其他人呢？他们已经安全着陆了。组长，组长，高小岩呢？黄叶呢？黄叶，小叶，黄叶，小叶，黄叶，小叶，这儿。好，人齐了，大家报告指挥部。是。报告老板，8万美金已全部安全到账，请放心。出发。是。什么任务？什么任务？沾花惹草，点到为止啊！这活儿好，特战1号明白。全力阻击！难道他们真要强攻吗？不可能，就这么几个兵，还想登陆作战？让他们顶住。是。1中队掩护，2中队、3中队撤！那边有条土路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出发。是。组长，看，是不是远火的轮胎印？一般的炮车没有这么宽的胎啊，肯定是远火在此经过。这样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宿营，明天早晨起来再侦查。是。撤。2栋1，2栋1，蓝军已被我们击退。大部队不动，小股部队来去匆匆，这是什么意图？我认为还是在侦查，试探。试探什么？最明显的意图是火力侦察。刚从打捞上来的无人机残骸中，发现一台夜视高清摄像机，可以肯定，蓝军对我正面防御工事进行实时拍摄，图像信号已经发送到蓝军指挥部。很有可能，蓝军明天要发起登陆作战。明天？为什么会是明天？明天再不动手，后天他们就来不及了。因此，今天晚上展开抵近侦察，马上通知袁会营，注意防范渗透侦察和空中侦察。是。组长，写完了，你过来检查一下。来，可以。
好了吗？卫星侦察和电磁波侦察显示，蓝军从凌晨4时开始大规模海上集结，舰船编队已经驶入200公里内海。报告，雷达发现蓝军机群2个梯队已升空，舰机及1个中队5分钟后将到达我澄海防线空域。命令，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，原回应，进入发射阵地。是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注意隐蔽。老板，项目第1轮洽谈效果良好，对方有3家分公司，他们现在回去协商，约我们下午再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参谋长，到，通知部队，除歼击机完成对前沿工事的摧毁之外，全部撤回。是。这样啊，我们马上行动。孟涛、刘晓，到，咱们3个沿着车辙印往回走，寻找他们的隐蔽点。是。艾佳、木棉、子燕，你们3个去寻找他们的电话线，争取进入他们的通信系统，再摸点情报出来。是。高小岩、黄叶，到，你们俩负责警戒。是。行动。局长，这一大早的，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就把政委叫走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回头跟你说。哎，对了，以后作战部署方面的事儿啊，不要找佟政委了，直接找我对接。那柳珊珊他们的信息情报对口找谁啊？由郝参谋长接手，回头啊，我跟老郝交代一下。柳珊珊还不知道呢吧？我会和他说清楚的。局长，你这是临时动议吧？是啊，我今天早上才想好的。工作过程就是需要不断调整，不要想太多啊。我是有点懵。这柳珊珊怎么还没来啊？今天刚下载了一批卫星资料，他跟肖山去无人机分队比对几个可疑点，估计啊，红军远火是藏不住了。
刚才有一个打进来的电话，是909旅总机要过来的，要远火一营的陈营长接电话。一个值班参谋说，陈营长带部队去阵地了。这是一条909旅通信连总机通往远火一营的直线电话。刚才我又进入到909旅总机班的网络，听到徐政委说，集团军演出队要到摩步营慰问演出，让摩步营接待好。还有其他情报吗？目前还没有，要等待。我有个想法，直接闯入他们的隐蔽点。直接进去，这样行吗？刚才我们几个摸到一处山凹子附近，发现有哨兵站岗，我们怕暴露，就没敢往里走。如果今天不想办法靠近炮车，我怕没机会了。说说你的想法。卫星侦察证实，蓝军舰队刚刚到达152洞阻拦线，就调转船头返航了，战机也停止攻击。不知道为什么。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一大早的行动，看不出蓝军是真进攻还是假进攻。不可能是假进攻。前沿阵地都炸成那样了，还能说是假进攻吗？报告，远火一营长询问，部队已进入阵地展开，什么时候发起攻击？通知营长，迅速撤回隐蔽点，没有命令不得出动，加强隐蔽点的伪装，尤其要防范卫星和无人机。是。用徐政委的口气给他们值班参谋打个电话。喂，是远火一营吗？我是旅部总机。啊，请陈营长接电话，徐政委找他有事。啊，我们营长还没回来，他在阵地上。你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吗？你哪位啊？我是一营的于参谋。啊，于参谋啊，我是徐政委啊。徐政委，我们营长还在阵地上。情报解除了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回来。要不等他回来，我让他给您回个电话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转告你们陈营长，集团军演出队有一支小分队要去你们营慰问演出，时间不长，一共8个人，一定要热情接待啊！是，徐政委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转达到。这样，我现在就用电台呼叫他。政委，您稍等一下。火神，我是火鸟。火神收到，请讲。营长，刚才旅里面的徐政委亲自打电话过来找你，通知我们有演出队要来咱们营慰问演出，你们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人家来8个人，就演半个小时。我们已经在回去的路上，请转告徐政委。全我一营全体官兵感谢吕处长的关心和厚爱。是。徐政委，我们营长全我转告您，感谢首长的关心和厚爱。行了，把演出队给我接待好就行了啊！记住，时间不能长，他们还要去别的部队了。政委，来的人里面有女演员吗？当然有了，而且是演出队里最漂亮的3位女同志。记住，一定要讲文明啊！是。哎，对了，他们队长姓孙。是。哎，像吗？像极了。行了。全拿下。行了，抓紧时间准备吧，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呀，我化妆品都没有带，我怎么演出啊？对呀，队长，我们是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，怎么演呀？这样啊，小燕，黄叶，艾霞，你来一个女生独唱。好。紫阳木棉，你俩给他伴舞，然后你俩再来一个女生2重唱。我来一个山东快书。孟涛、刘晓、小妍、黄叶，你们4个来一个男生4重唱《热血歌》。你们3个美女，再陪他们营长唱几首歌，我看就差不多了。哎，对了，记住啊，他们营长姓陈，千万别穿帮。是。哎，组长，这样好是好，可是
我们哪有时间排练啊？用不着排练，平时怎么唱就怎么唱，都没有音乐怎么唱？我手机里有伴奏。火神，我是火鸟。火神收到，请讲。营长，他们这次来的8个人里面有3位是女同胞，而且都是最漂亮。队长姓孙，孙队长。3个女的，3个女人一台戏啊！赶紧让炊事班做饭，再派2个兵把女厕所给修起来。是。于参谋，今晚有演出队来演节目？我说你不好好站岗，你凑到这儿来干嘛呀？我能为你干点什么吗？比如说贴身保障女演员。行啊，你现在就到外边搭一间女厕所啊！这女厕所由你一个人负责设计、施工和站岗。哎，这够贴身的吧？啊什么？去。是。哪位是孙队长？啊，我是。您是陈营长吧？对，是我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，还知道我姓孙啊？是我们旅政委亲自通知说你们要来，我们就赶回来了。你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走过了吗？走过了。来，上车吧。哎，陈营长，这个就是远程火箭炮吧？从来没见过，哎，这么壮观啊！这个发射起来更壮观。啊，那这个就是发射车吧？不是的，这个是指挥车，后面那个才是发射车。哦，哎，陈营长啊，这样啊，你看行不行？我们3个美女呢，为了给你们演出，走路走的腿肚子都转筋了，能不能让他们上下你们的指挥车，感受一把营首长的待遇？你看行不行？我们男同胞就坐其他车辆。这当然可以啊，没问题。艾佳，哎，你们3个来见一下我们美男子陈营长。陈营长好。哎，你们好，美女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下来。去，把2连3连长给我叫过来，一会你的位置让给这位美女。是，快去。哎，那个，请。行。报应呢？有什么指示？把这2位美女带到你们的指挥车上去。是。2位美女，请。那你们就上后面的车吧。好嘞。啊，好。请。好。谢谢啊，陈营长。开车。今天有点热。陈营长，听口音你好像是安徽人。那你肯定会唱黄梅戏了。我从小就喜欢听，会唱那么一点。踏完了？啊，完了。哎，踏完了就回去吧。回哪儿啊？回旅里啊，回家吧。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哎，你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当然少兵呢，咱俩吵也不合适。哎，咱俩去那边啊，就聊2句。
哎，我不跟你开玩笑了啊，咱俩说正事儿啊。开的玩笑还小吗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现在全战区的陆军都知道了，山豹旅女政委怀着2个半月的孩子爬上了东平山的主峰，巾帼英雄。政治工作部主任找我谈话，宣传部的干部给我写材料，就连报社记者都堵上门来要采访我。你要干嘛？你要让我跳海啊？我怎么想让你跳海呢？我不是为你好吗？你这是为我好吗？哎，不是，你冷静点听我说哈。我觉得现在啊，什么演习啊、工作呀，对你来说都不重要。你最重要的事儿，是把那2胎给保住了。你保住2胎，我看你是闲的，蛋疼。哎，我。你们回来了，旅长啊！我们2个刚从无人机小分队回来啊。通过计算机的分析，红军远火的几个火力点基本上可以确定啊。那个什么，工作的事儿啊，一会儿再聊啊。你先进去，我跟刘主任呢有几句话要说。说什么呀？聊聊啊。你想跟我谈童政委生2胎的事儿吗？就算是吧。哎，这事儿你已经跟我谈过了，你要再想谈，你跟冯大队长谈吧。我跟他谈什么呀？他一小毛孩子，他让他一单身狗，他什么都不懂。哎，旅长啊，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。不是，我要跟柳珊珊谈的话呀，你不懂。旅长，你现在是好心办了一个大坏事啊，还在这自鸣得意。你就想让他不断的膨胀、扩张，让全地球人都知道。你知道现在童政委内心有多痛苦、多难过吗？童政委痛苦啊，可以说是悲痛欲绝。你还在不断的挑他伤口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已经到了遭人恨的地步。你把话说清楚啊！我就觉得这2天不对劲儿，那童政委对我，哎，也没好脸儿。柳珊珊呢，也不爱搭理我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说旅长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？不是你说，不要再跟童政委提2胎的事儿了。为什么呀？不是怎么了？已经留了。留了。旅长，童政委为什么一直不给你好脸啊？柳珊珊为什么躲着你？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和知情人。哎，不是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也知情人呀？那当然，我是搞心理战的，什么事儿我看不出来啊？政委一进医院，我就知道事情不好。当天晚上就接到柳珊珊电话，知道政委2胎没保住。没保住？哎，那你小子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呀？怎么跟你说呀？不是你知道，怎么就我一人不知道啊？童政委不让我们说。他呀，是想让你知道的是，他没有怀过2胎，他不想让我们分心，想专心致志的把这演习打好。哎，可你倒好，从北京一回来还异常的兴奋，安排柳珊珊、葛云照顾他。你真是啊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属于不知者不怪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事先不知道情况，我怎么知道的啊？旅长，我明白，现在你就是无意的从客观伤害了他。本来啊，这件事情旅里面就几个人知道，我们啊都尽量不提2胎、孩子这些事情，就怕刺激到童政委。你可倒好，还把这件事情捅到战区陆军首长那儿，首长和上级机关的关心，反而在无意中的伤害了童政委。哎呦，不是，我这事先真不知道这种情况，这怎么弄的？这是，旅长啊，你现在是不是想跟童政委说声对不起啊？那肯定的呀，这是最起码的呀。你又错了啊！你这样做呀，是解脱你自己，宽慰你自己，对童政委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旅长，我进去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样。哎，那个，要不我们继续吧？啊，继续。继续啊。今天早晨和上午的一番佯攻，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。红军的远火指挥车已经被我们锁定。哎，
也不知道那个楚占刚他们怎么想的啊？管他怎么想的呢？先把他们元火打掉才是真的。啊，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呢，你不知道啊，这次任务这么艰巨，这么难完成，我真的很担心他们。我不瞒你说啊，自从他们一上飞机，我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了。这个虽然安全落地的时候呢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但是接下来的工作还是挺危险、挺艰巨的，是吧？你别在这儿装菩萨心肠了，谁要是拦着你，又得说慈不掌兵了。听见没有？啊，都听见没有？咱们去哪儿找这么贴心的政委啊？去哪儿找这么知根知底的政委？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！来，好政委。行，我现在还心律不清，你赶紧联络一下，看看情况怎么样了。旅长，政委，成功了。他们带去了6只高灵敏度、大功率的信号发生器，现在已经有3只和北斗卫星的信号连通了，而且在我们的控制系统里已经反映出来了。你怎么能肯定他们已经把信号发生器成功安装在目标车上了？因为这个装置里面有一块特殊的芯片，这个芯片能自动捕捉到远火指挥车里面的一个对应信号，如果捕捉不到，它会在1个小时内自动失效。但是只要捕捉到这个信号，卫星信号发生器就会自动的发生运转，发射导航定位信号，为导弹指引目标，并且与北斗信号连通，引导导弹系统去打击它。现在我们可以确认的是，它有3个装置已经安置在这个红军的3台车上了，也就是说，这3个作战单元已经被我们牢牢的锁定了，就像是给大熊猫戴上了一个项圈，不管它在满山遍野的跑，但只要我们想抓住它，随时随地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现在发射导弹，就能击中目标。没错，而且可以100%命中。就算3台车在行进中，同样可以追着屁股打掉。那我现在就通知飞行大队，做好起飞准备。好，马上把数据传到空军指挥系统。是。不，长官，现在还不能打。为什么？得等孙乐乐和艾佳他们撤离出目标区才行。也好，一旦远火被摧毁，立刻实施我们的海空一体攻势。咱们马上实施对澄海的登陆抢滩作战。现在发起强攻是最佳时期。经过前一阶段的反复侦查，发现东平山的正面兵力其实并不强，只有1个摩步营，而且散布在2公里长的前沿工事里，1个暗防火炮营里都是炮兵，而且部署在分散的炮位上。因为历史的原因呢，这些分散的炮位啊，并不互通，所以很容易就被我们吃掉。山后面还有1个营的预备队，如果我们一口气拿下前沿阵地，那么预备队拉过来也晚了。楚占刚为什么要这么部署呢？他又不是兵力不足啊。哎，是这样，你看，他这次呀，把防御海上进攻的重点全都放在了150公里至120公里的这条阻拦线上。也就是说啊，他完全指望他的远程火箭炮，但是他没想到咱们有可能突破这条防线。只要咱们3天攻不上去，他一切就 OK 了。还有，他把2个实力最强的摩步营放在了城里，作为城防主力，又把2个炮营和装甲营放在了西北100公里以外，设置一条类似于马提诺的阻击阵地。我觉得呀，他想在第2战役阶段对王可争进行当头一棒。楚占刚这样打能赢吗？他潜意识里就已经认定了澄海防线不可逾越，牢不可破。咱们现在分析的呀，是他打的如意算盘。至于这算盘珠子谁拨弄、怎么拨弄，就由不得他了。
陈营长，你看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不然政委该着急了。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啊？对不起了，陈营长。我们就在这儿等队里的车来，再见。谢谢了，班长，再见。行，我们不能随便乱跑，这事儿马上就会穿帮。这样，马上隐蔽，等候旅长命令。营长，演出队已经走了，那女厕所拆不拆？留着吧，说不定还会有来问问的。哎，这帮演员真不错，可惜了，忘了留个电话号码了。营长，你给那徐政委打个电话问问就是了。直接给徐政委打电话，要女演员电话号码，这不大好吧？营长，您换个说法说就是了，您就说感谢首长的关心，演出十分成功，希望他们可以再来。那个最后呢，您就说这个某某某节目啊，战士们特别喜欢，希望他们演出队的演员啊，可以再来给娇娇唱歌，辅导辅导。于参谋，你这鬼点子就是多啊！啊？打电话感谢领导，汇报一下演出情况。哎，这个倒是必要的，礼貌嘛。但是要女演员电话号码，这个就算了，正演习呢，别找麻烦。是，那我这就给总机打电话。喂，哎，我是远火一营啊，能不能帮我接一下旅里面徐政委的电话？我们营长有要紧的事找他。好，好，谢谢，马上给接。喂，政委你好，我是远火一营陈营长。啊，陈营长你好，什么事儿？报告政委，我代表我们教导员及全营官兵，感谢您派演出队到我们营来慰问演出。第二，我要向您汇报的是，演出非常成功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是徐政委吗？没错，我是909旅的徐小村。陈营长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没有，一口都没喝。我们刚从阵地上撤下来，我们饭都没吃呢，就遇到演出队了。这也是您对我们基层文化生活的关心啊！我什么时候派演出队去远火一营了？演出队一直在蘑菇营演出。怎么可能去你们那儿呢？现在是看演出的时候吗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吃错药？这徐政委怎么说话态度说变就变？是不是搞错了？什么情况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喂，给我接远火一营的陈营长。陈营长吗？你把演出队的给我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有几个人？一共8个人，3女5男。队长姓孙，副队长姓艾，叫艾佳。我们还救了你哥哥，有病站好。我知道就这些了。他们都演了什么节目？我和艾佳，我们俩唱了一首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。对了，他们还唱了一首热血歌，这好像是个新歌，我以前没听过。他们上阵地了吗？没有，就在营地炮声一鸣点。胡闹！大敌当前，还夫妻双双把家还，你就等着关我一条把家还吧！喂，给我接一下集团军宣传处，找张处长。
啊，张处长吗？我是909旅的徐小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演出队有个叫姓孙的孙队长吗？我们演出队全队都没有一个姓孙的。哦，你们创作了一首新歌，叫《热血歌》是吧？那不是我们的歌，是山豹旅创作的，是他们的旅歌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外加。山豹旅特战大队队员艾佳基本功1次。坏了，远火一营被山豹旅摸了后院了。大家，马上把情况报告旅长，就说我们都搞定了，可以发起攻击了。是。怎么了？我们不能再用语音通话了，全部改数字加密。哎，你看。老板，一切搞定，人家就等着你打款了。太好了！可以对红军的远火实施攻击了。嗯。我命令，航空兵集群立刻升空，对目标实施导弹攻击，彻底摧毁红军的远程火箭炮营。是。喂，快给我接东平山指挥所，找楚参谋长。楚参谋长吗？有个情况很不妙。你说。远火一营被蓝军的特种兵渗透进去了，他们假扮成集团军演出队，到一营的隐蔽处搞了什么演出，到现在一营的陈营长还稀里糊涂一无所知，蒙在鼓里。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是山豹旅的人？啊，他们演出队有个女的叫艾佳。就是这段时间号召全战区陆军向她学习的大学生女兵，超级强王。他们还搞了个什么歌叫《热血歌》。楚参谋长，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你赶紧通知一营，让他们转移到更加安全隐蔽的地方吧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都什么时候了，我敢跟你开玩笑吗？老楚啊，我可不想夫妻双双把家还啊！喂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政委都说什么了？快，赶快接袁火营！喂，陈营长，说，你们的隐蔽点已经暴露了，马上转移！暴露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命令你马上转移，转移！离开现在的隐蔽点，越远越好。是。
朱副参谋长，你怎么了？完了，我的原火完蛋了。其实，从楚占刚看到支持碑的那天起，他就意识到一切都晚了。但他又不甘心，他有一种侥幸的心理，认为909旅的实力依然存在。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，他更不相信自己会倒霉到没有回旋余地的那一步。但是现实告诉他，一切都晚了。沈参谋长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把红军的远火部队打掉，实在没想到。山堡旅最近一直在研究外军特种作战的理论，这次的实践其实就是一次很好的范例。我看他们这几名山堡旅特种兵啊，也并不全都是彪悍无比、武艺高强嘛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几个女孩子啊，怎么也敢托斯诺敌后去呢？特种作战和我们平常讲的特种兵作战是两个概念。一般特种兵作战主要是发挥特种技能的单位，小分队，深入敌后，执行独立完成的单项任务，靠单兵个人的体质和素质完成任务。但特种作战是在信息化条件下的一种系统作战，在特种侦察兵的配合下，由特种兵和专业人员收集敌人情报信息，并输送到后方自动化指挥系统，引导海上、空中、天际的综合打击力量，来摧毁敌人的要点和据点及装备群。这种作战方式主要靠技术、智慧和情报，以精确打击为主，伤亡率小，战场成本低，而效益高。专业化蓝军的主要任务啊，就是要求他把现代化战争的理论，当今国际战争战场上的一些先进战法，在我们的对抗演习中模拟出来，使红军能够接触到在和平时期不可能遇到的现代化战争样式，感受到身临其境的逼真的效果。哎，沈参谋长，这个专业和非专业的确不一样啊。互为蓝军也是一种假想敌对抗，但只是初级模仿，还在形式层面，无法深入到神思层面，更不可能触及到本质。互为蓝军也就是左手摸右手，很难遇到陌生对手，战法打法近亲繁殖，难免退化。通过各方面的信息判断，蓝军很可能在今晚涨潮时，对我东平山阵地发起进攻。失去了远火的支撑，光靠正面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，看来顶不住啊！我马上把2个炮营调出来，远水解不了近渴了。今天晚上8点之前，把澄海城内的2个摩步营全部拉上来。那城里不就空了吗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我们丢了澄海防线，哪还有资格守澄海城？我们的失误就在于兵力分散。现在只有把2个摩步营秘密调到东平山来，加强澄海防线的正面防御，利用东平山天险顶住山堡旅第一波次的攻击，我们就可以缓过来，把这场防御作战坚守到3天的时限。好，我马上通知摩步营营长，让他们通知部队做好转移准备。不行，这次部队调动一定要不动声色，一旦动静大，蓝军很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意图，判断出我们目前空虚，而提前发起攻击。好，再把2个地炮营调上来，封锁近海海面。也行，但也要有计划，逐步进行，不要整件只一次调动，分批机动。还有，朱参谋长，你亲自到摩步营，口头传达我的命令。是。现在参加登陆作战的部队、舰船已经在5号海区集结完毕，等候我们指挥艇到达即可开始航渡。韩总指挥，
请你做指示。吴大队长，这一带海域呢，你比较熟悉，联合登陆作战演习也比我有经验，海上进攻阶段由你指挥。好，下面我把新的作战部署和协同方面的要点再阐述一下。由于打掉了红方的远火部队，消除了我方向陆地沿海进攻的航路障碍，我舰船编队可全速向东平山近海30公里一线挺进，到达30公里线后即可一线展开，实施舰机炮火对红军前沿阵地的轰击，摧毁大部前沿工事。同时，空军航空兵轰炸机群，再次对红军的前沿及滩头阵地、火力点的障碍区发起第2轮轰炸，为登陆部队开辟滩头阵地，清扫了猛虎。在空军航空兵的掩护之下，运输舰抵达近海10公里一线展开，2栖坦克、装甲车辆开展泛水颠簸，舰载导弹对红军的岸防炮阵地实施精确打击，以压制其火力。在部队坦克上岸并建立阵地后，登陆艇、登陆舰迅速抵滩，陆航武装直升机攻击群应从正面及2个侧翼方向对红军的防御阵地实施轮番的火力压制，掩护已经上路的步兵及陆战队发起地面进攻。舰炮作为支援火力，向纵深山脊一线实施覆盖式轰击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那既然没有的话，咱们就这样。吴大队长，你觉得什么时间发起进攻为好？当然是今晚大潮是最好。昨天涨潮是晚8点，今晚应在8点40多开始，2个小时即可达到最高潮位。满潮水位对我方进攻、登陆都比较有利，推进的速度也快。那好，今晚20点我们进行航渡，22点准时登陆作战，各单位按这个时间点回去准备。啊，等等，旅长，有新情况，市里的2个侦察少尉发现楚占刚开始把他最精锐的摩步1营、2营从澄海市调往东平山的阵地了，而且他的2营已经到达了东平山，接替了原来的守备1营，其他2个营还没动，但我估计也会调过去的。我已经派人前去他的原地进行调查了。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！他的1个营从市里机动到东平山需要多长时间？不到2个小时。他1个营1个营的调动，就是怕目标大、动作大，怕被我们的卫星发现。那这么说，我们的登陆部队抵达海岸的时候，他的2个蘑菇营都会部署到位的。我们正面一下子多了4倍的兵力呀！我们实际登陆的部队兵力也只有1个加强营，兵力相差太悬殊了。按照我们现在的部署，把登陆兵力送上岸是没有问题的。上岸后，步兵绞杀起来，炮火就无法支援，我们的登陆部队处于劣势，很难保证成功呀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楚占刚竟然会留下这么一手，还不是因为他的远火被我们端掉，狗急跳墙了呗。这楚占刚不愧是高手啊，这块骨头难啃啊！王旅长，怎么样？没想到都完成了吧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王旅长，你看，根本用不了2艘，1船全搞定了。好，你现在可当上保障处长了，就得像个军人的样子。看看你这肚子，1天100个仰卧起坐啊！我要是把这肚子减下去，你得让我多待2个月的上校。王处长，你看啊，我有这么个想法。哎，旅长，你怎么又有想法了？我说你这想法是不是也太多了？我觉得你不像是个带兵打仗的旅长。哈哈，不像带兵打仗的旅长，我像啥呀？你像鬼点子很多的
倒爷。说对了一半。怎么说对一半？你们知道跟我一起在干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吗？什么样的大事儿？军民融合的大事。军民融合？对，中国军队打仗的最大特点就是军民一家。战争年代是这样吗？和平时期也是一样。陈毅元帅说过，淮海战役的胜利，那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，没有老百姓送弹药、送军粮、抬伤员，根本打不了胜仗。真是这个道理啊！真是。因此，我们现在也离不开老百姓。只要你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的装备导进澄海市，这件事就成了。没问题。王旅长，我们老板让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说，打完演习以后，能不能卖我们公司一辆坦克呢？行啊，你看，那咱俩就等着掉脑袋吧。王旅长啊，我们也不干什么坏事儿，就想把坦克呢放到我们公司门口，做一下宣传，留个纪念。好歹我们也参加过军事演习呀，也帮你们解放军拉过坦克呀。李工啊，你还买坦克呢？我连个军装都没混上。你跟这搅和啥呀？你这，原来是想留个纪念啊！这没问题啊，回头我陪你们两个在坦克前照张相，放大一点不就完了？不，王旅长，您这个也太抠门了，照张相就把我们打发了。你们俩可别没事找事儿啊！现在买支仿真枪都抓起来判刑，你们整辆坦克回家，还不找死啊？我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刚才我在船上看了看，我发现船上没有装别的货物，能不能跟船长商量商量？到了澄海以后，不马上卸船。那你不耽误人家挣钱了吗？也就3天时间嘛。等战役打响以后，我的坦克再下船，直接开进市区，省得我卸了船以后找地方藏坦克。你们想，这么些大家伙一下船，地球人都知道了，你让我往哪藏啊？还是船上最安全，怎么样？行是行，不过怎么着也得给船长点好处。哎，王旅长，船长不像咱俩的关系，好歹我现在也是你的临时下属，对吧？船长是我朋友，人家也得养家糊口。这我知道。我们演习跟打仗一样，是有军费预算的，绝不会让老百姓吃亏。运费我照付，你让他放心，只要价格合理，我们将来可以长期合作。哎，怎么样？对了，你问他喜欢坦克吗？那当然喜欢了，是大老爷们儿，有不喜欢的吗？好，事成之后我送他一辆。王旅长，你也太偏心眼子了！你送船长一辆坦克啊，到我们这儿改跟坦克合影了，你太偏心眼子了，这啥事儿你？行了，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你看，上校、中校都挂上了吧？船长他哪有这荣誉呀，对吧？行，我这就去跟船长好好说说去。哎，不过这坦克那要开上马路，就是比悍马还要威武，那多拉风啊，绝对有回头率呀！哎，你可跟船长说好了啊，这坦克上不了马路，交警会贴罚单的。没问题。哎，老张，跟我们一块儿过去忽悠船长去。走。旅长，全装上了吗？全装上了。旅长，政委让我把今天战况给你送过来。我现在没工夫看，你说说给我听。好。蓝军运用现代的特种作战手段，打掉了909旅的远程火箭炮营。怎么可能呢？古占刚不知道藏好它吗？他们派了几个特种侦察兵渗透进去了。怎么进去的？这个你绝对想不到，高空速降跳伞，5000米跳下，500米开伞，不是亡命徒吗？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嘛。8个天兵天将，唰的一下就从天上跳下去了，还有3个是女兵呢。这么厉害？还有一个呀，你绝对也想不到，咱们老师长孟淮南的孙子孟涛，也是这8勇士之一啊。
就是那个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要子弹壳的那个小涛涛，他是三豹旅的人，可不就是嘛。其中还有一个绝招啊，你是绝对也想不到的。这个山豹旅也不知道给9090旅的远程火箭炮车上弄了什么味道或者记号什么的，几百公里外发射过来的导弹，飞过来就追着他们的指挥车不放，4个连的指挥车一个不少，全被打掉了。哎，旁边的车连皮儿都没碰着，你说邪不邪吧？你想到了？我到现在也没探出来，估计啊是军事机密。储站缸没了远火撑着，他根本防不住山豹旅的海空大战啊！嗨，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江啊还得是老的辣。怎么辣的？他来了个丢城保山，把2个摩步营调上去了，兵力啊一下子比蓝军的登陆部队多了4倍。韩鹏还怎么打呀？本来这会儿啊就该出海作战了，可现在不打了，估计啊是放弃了。韩鹏他没招了。好啊，这样我们可以趁虚而入，减少跟909旅摩步营的麻烦，这样很多事就好办多了。旅长，这就是今天的战况，汇报完毕，请首长指示。马上收拾行李，准备跟我出发。是，王连长。哎，金参谋也在。怎么样，王连长？船长让我们给忽悠通了。哎，老张还在那忽悠呢。船长说了，只要船到了澄海，一切听你指挥，你指哪儿，他开哪儿。好，那我就给他个名分吧。啥头衔？陆军808旅军民融合办公室副主任。主任可是我们政委啊。旅长，那啥军衔啊？他就中校。哎呀妈呀，跟我整一个样的军衔，你这玩意儿。哎，旅长，你答应船长的事儿还得兑现啊。哎，人家把坦克都选好了。啊，老弟。选好了，就这辆。啊，旅长，不这啊，不是，就这么定了。开船以后让他给我打个电话。OK。走嘞。哎，别让老张忽悠那船长了，有这坦克在，他怕什么呀？不如现在就打，抢在他兵力还没有完全部署完之前杀上去嘛。现在打，利大于弊，而且现在是平潮期，礁石多，沙滩上太开阔了。可是这样僵持下去，只能对我们越来越不利。先打破这个僵局，再寻找新的战绩。这样啊，我提一个思路，大家呢帮我想想点子。我想调虎离山，你们觉得行吗？调虎离山，有点意思。洪副旅长，你先发挥好。他们还有3个机步营在市里和近郊没动，我觉得可以在市里搞点动静，打乱他的调兵计划，或者分散他的注意力。问题就在这儿，怎么打乱他的调兵计划呢？怎么想办法把他留在澄海啊？旅长，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干什么？借我就知道。不是这个，嫂子送你那个。你还什么都知道？哎，哎，这不是订婚照啊？哎，你干什么啊？啊？旅长，你现在啊给嫂子打个电话啊，不管说什么都行，一会儿我们来操作。那你直接给他打不就行了吗？我打啊？喂，嫂子。喂。哎，我是小冯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旅长上前沿了，让我方便给您打个电话，希望你马上来澄海一趟。马上？他疯了？您呢，还是马上来一趟。哦，对了，把那个蓝色婚纱带上，我们旅长啊想和你在湛来的海边来个浪漫一拍，温柔一吻。冯小生，你胡闹吧！嫂子给挂了，好像生气了。不会的，你嫂子肯定不会生气的。我告诉你，冯小生，这一招好。真的？真的。就是损了点啊。不是损了点儿，是太损了，怎么能把嫂子也搭上呢？对呀，这万一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放心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把谢兵调到澄海来，这是一招妙棋，肯定能打动楚占刚。旅长，不能开这种玩笑。
这真不是玩笑。就这招妙计啊，至少能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。谢兵呢，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跟我在海边补拍一张婚纱照。我在北京呢也答应他了，而且这婚纱也买了。还有啊，楚占刚一直在追踪我这个手机，他想干什么？他想抓住我，来个擒贼先擒王。虽然现在楚占刚呢已经调到集团军当副参谋长去了，他已经离开909旅了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把这个任务移交给909旅。只要他抱着擒贼先擒王的态度不变，那我的手机只要出现在澄海，就一定会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澄海市。这又能怎么样呢？哎，至少可以分散红军对海面上的注意力。没错，从909旅近1年的训练作战情况来看，他们的训练方法并没有太多的变化，缺少创新理念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很有可能还用老办法。那我们韩旅长的手机信号一旦出现在澄海市，他们很有可能部署会受到影响。我建议兵分2路，同时动作。澄海市里调虎离山，东平山上还没想好啊。不过一定要有一个出其不意的招数。这样，我来补充一下：登陆作战开始之后，可以派1个连的特种兵，乘直升机、超低空飞临东平山脊实施机降，从背后发起攻击，实施快速打击，占领山顶防御工事之后向下攻击，与登陆部队形成上下夹击。登陆编队可分散进入，随时涨潮，利用高速快艇快速抵岸，抢滩登陆。可以，就按这个计划办。情报分队，朕听到一个重要情报。什么情报？韩鹏想让他的妻子谢冰到澄海市来一趟。确切吗？应该不会错，就是那部手机打出去的。韩鹏在北京给他的爱人拍了张试婚纱的照片，照片已经被情报分队下载了，马上派人送过来。而且今天又是周末。好，让他们盯死了。是。报告楚副参谋长，发现山豹旅特种兵在市区外围活动，有向市内渗透的迹象。知道了。